刚才怎么告诉你的？跳什么跳，都一样。这是哪儿？我不就在剧组拍戏，小眯了一会儿吗？这是突然换场景了，没通知我。别过来！娘亲，妮妮不是故意让你躺地上的，你别打我。我？你娘？做梦！我肯定在做梦。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！好痛，好痛！这不是梦。看这情况，我是穿越了。可是别人穿越，那不都是死得轰轰烈烈的吗？为什么到了我这儿，就这么草率啊？睡着了我硬穿啊！娘亲没有张嘴呀，为什么我能听到娘讲话的声音？这是这镯子，我穿越前也有一个，看样子他是跟我一起穿越过来的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就是我捡回来的一个小白脸儿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懂吗？娘，我要吃鸡腿。好，到了县里，你想要什么娘都给你买。这些是原主的记忆。妈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？穿越就算了，怎么还穿成一个人嫌狗厌的恶婆娘啊？娘亲的嘴巴真的没有用，难道我能听到娘亲的心声？这难道就是一直被原主虐待的闺女吧？我穿越前可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我哪会带娃，还是2个。念念，乖了。娘亲以前从来没有对我笑过，今天笑了，怎么比不笑还可怕？不行，不能躲，躲了的话只会被打得更惨。别怕，我不打你。柔，娘亲怎么好像不一样了？怎么烫成这个样子？发高烧了？在古代发烧，那可是会要人命的。念念，去给娘亲准备一盆冷水，还有毛巾，我先给她降温。好。不行啊，这家里实在是太穷了，我看这情况还是得找大夫才行。你没有看错，我真的可以听见娘亲的心声。按照原主的记忆，家里的钱应该放在……到底谁家好人会把钱藏裤衩子里啊？不是，这对吗？就这么点钱，犯得着藏裤衩子里？念念，你知道家里的钱都放在哪里吗？舅舅家。我差点给忘了，这个原主还是个伏地魔，哪怕有一点点钱，都要给他弟弟送过去。
不行，我得赶快去把钱给要回来。我没听错吧？娘亲要去舅舅家要钱？听说江离和狗蛋儿去赶集的时候，从牛车上摔下来了，咱们要不要去看看？有什么好去的？硬赔钱，他的命啊硬着呢。平时你就靠他送钱，他要是死了，以后谁给你送钱？娘，从牛车上摔下来是摔不死的。再说了，他只要有一口气啊，也会爬着来给我们送钱。哼，这要是你儿子考上了官，就他那点钱啊，我还不稀罕呢。这原主的家人还真是一群蚂蟥，老虎不发威，你让我当血包啊！好疼！是念念又惹娘亲不开心了吗？赶紧做饭去。嘿嘿，小黎呀，听说你跟狗蛋儿出事儿了，这不，我跟你弟媳妇儿正说要去看你呢。娘，我说啥来着？这不没事儿吗？你既然没事儿，是又来给我们送钱的吧？我今天不是来送钱的，我是来要钱的。要钱？没钱。狗蛋生了重病，到现在还昏迷不醒，我需要钱请大夫。小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再拐回来问娘家要钱的？就是，还带个赔钱货来要钱，真不要脸啊！没钱还来干嘛呀？滚！走啊，滚！赶紧滚！娘亲以前不管舅妈说什么难听的话都笑嘻嘻的，今天怎么还动手打舅妈？念念，闭上眼睛，接下来少儿不宜。哼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之前缺老娘多少钱，都吐出来！非打你，给我全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哎呀，打死他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快救我呀，娘！哎呀，你这个不孝女啊！你怎么能打你弟媳妇儿呢？哎呀，不想他被我打死的话，就赶紧去拿钱。好，我现在就拿，我现在就拿！哎呀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 Hello Kitty 呀？姐在现在最擅长的可就是打戏。打他！打他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给你钱，给你，别打你弟媳妇儿了。哎呀，这好像不对吧？我记得之前给你们家送过去的银子，至少得有20两。你弟弟去考试也要花钱啊，家里就剩这么点儿了。看他们这样子，估计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了。希望这些钱够请大夫的吧。念念，我们走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小贱蹄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对这个小赔钱货那么好。哎呀，今天他从我家拿走的钱，来日我要他千百倍还回来。可是这些钱还是不够请大夫。娘亲今天连舅妈都打，我还是乖一点，不然娘亲可能打我更狠。念念，过来。娘，你不要打念念，念念乖，你不要打念念。念念，娘亲为什么要打你？念念乖乖的，娘亲怎么会打你呢？可是你今天连舅妈都打，以前娘亲最喜欢舅妈和铁牛哥哥，
总是说舅舅是江家唯一的男丁，只有他那一脉才能传宗接代。原主到底都和念念说的是什么呀？那娘亲以前说的其实都是不对的。舅舅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可娘亲也是家里唯一的女丁啊。而且今天娘亲会打舅妈，并不是因为她不给娘亲钱，更主要的是，因为她骂我们念念是赔钱货。念念才不是赔钱货，念念是娘亲的宝贝。念念对宿主好感度加10，宿主可随时用好感度积分兑换系统道具。太好了，是系统，钱不枉我呀！系统？娘亲要系统干什么？念念，你去给哥哥打盆冷水来。开启系统面板。居然有这么多东西啊！可是我就只有10个积分，一盒退烧药需要8个积分，这也太贵了吧！考虑的怎么样啦？系统，你真的是太黑了。算了算了，还是救人要紧。系统，我要兑换一盒退烧药。娘，哥哥怎么样了？娘已经给他吃了药，应该很快就可以醒过来了。娘，我疼，我要吃鸡蛋！你还不滚去给老子做饭！我现在就去。完了，忘记原主以前都是跟狗蛋一起虐待念念的，我差点把人设给忘了。但是熊孩子未免也太让人心烦了。娘亲为什么一直在说原主人设什么的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娘亲是说，娘以前重男轻女，这样是不对的。但是娘现在已经认清了自己的错误，狗蛋也得跟娘亲一起改正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说，你以后跟念念是平等的，念念是你妹妹，你以后不许对自己妹妹说话呼来喝去的，否则的话，我就……知道了，娘。我没听错吧？娘说以后我跟哥哥都是一样的，只做到念念好感度上升，当前剩余积分7分，又涨了。不过，这怎么才涨了5点？娘在说什么？什么又涨了？娘，我饿了。娘亲现在就去给你们做饭。娘亲，你要自己做饭吗？原主以前都是让念念做饭，现在我来了，我可不会再做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了。今天说什么，我都要把这个饭给他做。对啊，你们就等着吃吧。完了，真尴尬，做个饭怎么这么难啊！娘亲，娘亲，你还好吗？好，娘亲好得很，只是出了一点小小的状况。娘亲太久没有做饭了，都已经生疏了。念念别怕，娘亲很快就能收拾好。怎么办？在古代生活做饭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好怀念预制菜还有外卖。
谁能帮我生火，或者给我个燃气灶也行。娘亲，要不念念来吧？好。哇，念念真棒，念念也太厉害了吧！那接下来就交给娘亲吧。娘亲，要不我来做饭吧？看这神态，他是在怀疑我的厨艺。完了，我怎么能质疑娘亲？又要被打了。算了，万一我做不熟，有毒呢，谁知道这豆老不老？不是，这到底能吃吗？对不起，娘亲，这几年都是荒年，山上的野菜越来越少，家里只有这些。明天念念再去挖。没事的，念念，娘亲没有怪你。眼下正是孩子们长身体的时候，总让他们吃这些东西怎么行？哼，有了。等等，你们先别吃了，去帮娘亲把晾在外面的衣服给收进来。好。啊，娘，我也要去吗？以前不都是念念去的吗？快去！记得哦，我要兑换4桶泡面和2只烤鸡。哇，是烤鸡！对呀，快来吃。还有泡面。娘，太香了！你是怎么变出来的？娘亲自有妙招。来，念念，快来吃。你给我走开！一个小丫头片子还想上桌吃饭。看他这么小的一个孩子，竟如此熟练的去那个角落吃饭，看来被原主虐的也不是1天2天了。这个原主可真不是个东西。来，念念，坐在娘亲身边吃。娘亲今天不仅没有打念念，还愿意让念念上桌吃饭了吗？娘，你以前不是一直不让念念上桌吃饭吗？闭嘴，吃你的饭。以后念念都坐在娘的身边吃。以前家里的肉只有哥哥和娘才能吃，娘竟然给了我一个鸡腿，谢谢娘。检测到念念好感度上升，当前剩余积分10分。涨了，又涨了！这样下去的话，很快我就可以带着念念和狗蛋过上幸福生活了。虽然听不懂娘在说什么，不过娘亲好开心呀。天哪，这就是我那个便宜老公吗？这简直比男明星还帅啊！不对，我记得原主在小说里面的结局就是被这个便宜老公给虐待致死的。不行，我要赶快跟他搞好关系，保住我的小命要紧。你回来啦，刚好还有1桶泡面，你快来吃。
叫你上山砍柴，这么晚才回来，又顶着你这张小白脸勾引别人。我告诉你，当初要不是老娘救了你，你早就死了。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人。娘亲，别打爹爹了！哼，一个小赔钱货还敢拦着谁？我连你一块打！打死你！我打死你们！打死你们！这女人每天都在找各种理由虐待我跟念念，今天这么热情让我吃东西，不会在里面下药吧？我不吃。哎呀，今天可有不少好吃的，你要是不吃可就亏了。快来吃！正值荒年，家家户户都指着鸡下蛋吃。江离从哪里搞来的烤鸡？还有蒸面，怎么看着如此怪异？娘，我还没吃饱，反正妹妹吃的少，我帮她吃点。这个儿子都要被江离养废了，今天估计又要纵容他欺负念念。算了，到时候我留一半的面给念念吧。啊，每个人都只有这么多，吃完了之后怎么能想着偷吃妹妹的呢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乖，吃饱了就去一边玩去。念念，你自己吃自己的，看你这么瘦，多吃点，快吃。谢谢娘。这女人又在演什么阖家欢乐的戏码？真是可笑。穿越前我都没有谈过恋爱，没想到穿越后竟然让我白捡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。系统还有这种福利，你干嘛不早说？你干嘛？给你洗脚。你不是每天都要我给你洗脚？这茬给我，不用了，以后都不用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没什么事儿的话就早点睡吧。我说怎么对我这么好，原来是想这个，简直荒淫可耻。我睡啦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有让我洗脚，也没有动什么坏心思，这不像他。不对，以前他也会假模假样对我好一些，最后还不是变本加厉，假笑罢了。齐殿下，当日您坠崖失忆，被江离捡到，武功全失。我替您医药求了一瓶药，只要日日不间断，吃上30日，您便可恢复武功。我知道了，太子那边可有移动？太子党的人已经察觉到您还活着，最近派出了不少杀手寻找您的下落。在您彻底恢复之前，还是小心一些，别被发现了踪迹。知道了。天亮了，几点了？好困，怎么总感觉有犄角？糟糕，忘了我已经穿越了。不过这手感还快好的嘞。你摸够了没有？不好意思。昨天还以为他变了，今天还是这样，竟然还想白日宣淫。爹爹娘亲，饭做好啦。
马上就来。爹娘都在做什么？脸都红红的。怎么又是这些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我一定要多攒点积分，这苦日子我真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爹娘，我吃饱了，出去挖野菜了。等一下，娘亲跟你一起去。念念，只要一直跟在念念身边，就一定能快速获得她的好感。我真机智。你要说什么？他要取我的好感。娘，笑得好可怕呀！娘不会又变回以前的坏娘亲了吧？检测到念念的好感度下降，当前剩余好感度积分为5分。这对吗？我啥也没干呀，怎么还在玩倒扣的呀？我想杀人！娘亲想杀人？杀谁？我吗？娘亲，你回家吧，念念自己去挖野菜。不是，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怎么这么能跑啊？念念，这林子里面不安全，你等等娘亲。念念，你等等娘亲。睡下，娘亲，应该追不上来了吧？啊！哇，这里有好多野菜呀！瞧这是谁呀？这不是姑姑家的丧门星吗？哼！念念，起来！娘亲怎么来了？姑姑，你来了！刚才念念又不听话，她还推我，你赶紧教训她！我看该被教训的人是你。我刚才没有听错吧？娘亲说要帮念念教训铁牛哥哥，娘亲不是最疼他了吗？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？我让你教训这个臭丫头！你让我教训我的女儿？没错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念念就是我们江家的奴婢，我让你教训一个奴婢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这原主也太不是人了，家里养出个熊孩子也就算了，连一个外人都敢这么欺负念念。江铁牛，我会让你为你今天说出的话给念念道歉。让我给这个赔钱货道歉？江离，别有叫你声姑姑，你就真的可以拿长辈的身份来压我？娘亲，要不算了吧，念念也推了铁牛哥哥。不行，念念这么乖，就算推他也都是有原因的。做错事的人就是要道歉。既然你不教训这个臭丫头，那我自己来。妈呀，怎么摔了个狗吃屎？这原主的侄子也太丢脸了。你这么欺负我，就不怕我告诉我爹和我奶，让他们打死你？我可没有碰到你哦。不过，就算他们来了又能怎样？来一个我揍一个，来两个我揍一对。哇，娘亲好帅呀！前天被江离那个小贱人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现在家里都快没米下锅了都。这个贱人，我会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铁牛哥被欺负了！啊？什么？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我家孙子！走，
我们去。这个江离以前不是最听我的话吗？最讨厌那个赔钱货了，今天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一样？你给我等着！我让你走了吗？你还想怎样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念念道歉。这对着念念说。谁都别想让我孙子道歉！谁也别想让我孙子给你道歉！江离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上次来我们家抢钱，现在又伤我儿子，你就可着我们这一家人霍霍是吧？你眼睛要是瞎了没用，赶紧去捐掉。他脸上的伤是自己摔的，而且你看不见这个臭小子把我家念念的手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吗？瞅瞅，不就是伤了一个赔钱货吗？我孙子能伤了他，说明我孙子有力气、有本事。不过呀，我们家铁牛打了那个小赔钱货，脏手。等会儿奶奶带你回家好好洗洗手。念念不脏。娘，奶奶，你们不是说念念就是我们家的奴婢？我教训一个奴婢，她还拦着我，这样我才摔地上呢。他们欺负我，我要还回来。哎呀，好好好，他敢伤你一分，你要就让他千百倍还回来啊！贱人！我看你是忘了上一顿打了是吧？走啊，滚！那是我一时没有防备，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怕你了吧？哎呦，大家快过来看看，我们家出了一个丧门星啊！家门不幸啊！前2天打我儿媳妇儿，现在还想欺负我孙子呢！你们都来评评理呀！江婶子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看，哎呀，这铁牛的脸上怎么受伤了？还不是我这个不孝女，平时就嚣张跋扈，没想到现在连亲侄子都敢打了。是啊，前2天还闯进我家，上我们家抢钱呢。这个强盗有什么区别呀？平时虐待念念不给他饭吃也就算了，现在怎么还欺负到亲弟媳头上了？我们陶念村怎么出了这么个恶婆娘，简直丢我们村子的脸！真是好一个倒打不怕。不过，原主的名声已经烂成这样了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娘亲她……念念，你别怕，平时你娘怎么欺负你的，我们都知道。今天有我们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娘亲平时最喜欢救蚂蚁家，今天竟然为了念念跟他们吵架，念念不会真的是丧门星吧？哎呀，我不活了！这些年来，我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往他们家送啊，送过去的银子少说都得有40两啊！前些天我跟狗蛋不幸从牛车上翻了下去，狗蛋他一直昏迷不醒。我这才迫于无奈，想找他讨要些银两，就这，他还不想给我呀！我那可怜的狗蛋呀！老娘那么多宫斗剧、伦理剧，可不是白演的。打人虽然爽，但有些时候明面上坑人，暗地里打人才是最爽。娘亲又在说念念听不懂的话了，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呀！我的亲娘和我的弟媳就要合起伙来欺负我和念念呀！这是听说老白家的狗蛋没有从牛车上掉了下来，这么严重吗？陶念村谁不知道老白家有什么好东西都送去江家，搞得自己家里一穷二白的，连饭都吃不起。今天这事说不准还真令我有气。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。前些天啊，他抢了我们家银子，还打了美娟儿。哎呦，我这不孝女啊！哎呀，兔子急了还得咬人呢。我不那样做的话，他会给我钱吗？要不是那些银子的话，狗蛋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。
陪你半天，就是再多的钱也不能不给呀。我们家的日子本来就已经过得够艰难了，江铁牛今天还要推搡念念，你们瞧瞧啊，把我们念念的小手都伤成什么样了！天哪，我还以为念念的伤是被白家打的，没想到是铁牛推的呀。我估计是。江家的那个娃娃也不是个好人。你这个孽障啊！铁牛可是我们江家唯一的香火，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铁牛的不是，说他不好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各位，既然我娘亲也说了，她情愿没有我这个女儿，那不如今天就在大家的见证下，我与她割袖断袍，我们恩断义绝，从此以后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不孝女！我江家养你这么多年，你为这一点小事儿，你就要跟我断亲？你这个白眼狼啊！娘，现在还不能让江离跟咱们断亲啊！相公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，这明年要是考上了，咱们家以后钱从哪来啊？我可不干活。不行，不同意断亲。你要是不想认我这个娘，那我就撞死在这树上。我撞了啊！哎呦，娘，娘，你就当没生过江离，以后啊，我养你，娘。我就知道江家这群吸血鬼绝对不会舍得这个血包的。不过可惜了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江离了。江离呀，赶快跟你娘道个歉。怎么说，她也是家里的长辈不是？总归是一家人。卖惨是吧？那就比比谁的演技更好。不过这个时候，要是念念能够配合我晕倒，那就太好了。娘亲是想让念念装作晕倒呢。我靠，这就是母女之间的心有灵犀吗？念念她也太配合了。来了，熟悉的哎呦，念念怎么晕倒了？我知道了，都怪你们，都怪江铁牛，他推了念念，导致念念她失血过多，这才醒不过来的。念念赔钱，必须得赔钱呀！念念，你醒醒！哎呀，天哪！念念晕倒了，我这就去叫大夫和村长过来。铁牛他奶，这个事儿啊，就是铁牛的错。念念这么小一孩子，看看手都给伤成啥样了。我知道我以前对念念不好，但是我现在我想弥补了呀，可被你们害的，我连弥补的机会都没了。念念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我也不活了。哎呦，你真的不是。要知道，一个好的演员，台词是最基本的，眼泪什么时候掉，戏什么时候爆发，且都拿捏得稳稳。快！这是怎么了？村长，你可来了！江家的铁牛把念念弄伤昏倒了。村长，这么多年，我对我娘家那可以说是掏心掏肺啊！我为了娘家，我自己的家吃不饱穿不暖，结果他们把念念伤成了这个样子。我只是想要那么一点点钱给念念治病，他们都不肯给啊！老丁家的，你别急，念念说不定没事呢。王佩娟，这事儿我们
们家1两银子。1两银子，村长，你不能凭他一面之词就帮着他要钱呀！我不要银子，我要他们把念念治好，花1个铜板治好，那便花1个铜板；花10两银子治好，那就花10两银子。我不贪他们家的钱。这个小贱蹄子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？才1两银子就想给我打发了，笑话！江离，谁不知道你从小就虐待念念？你把他虐待成这样，让我们家拿钱治啊？你休想！先给孩子看看吧，啊！系统，系统，把念念的脉调虚点，别一会儿这老头说他啥事儿都没有。兑换成功，已消耗5积分。调个脉就5积分，贱商，简直是贱商！白恒媳妇儿，你别着急，念念会没事的啊。脉象虚弱，确有血亏之症，但又好像有些诡异。他这治好最少要花多少银子？按照药方抓药到痊愈需3两银子，而这期间也要营养跟上，吃点好的补补。那就3两银子，这事儿了了。要是还不愿意，就去衙门好好算算账。奶奶，我不要去衙门。哎呀，好好好好，宝贝孙子，咱不去。给他，娘，给他。竟然还能拿出3两银子，看来这些年原主给他们存下不少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走。今天多谢村长和各位乡亲们站在我这边，我先回家照顾念念和狗蛋了。哎呀，慢点儿，哎，慢点儿啊！哎呀，天哪，这还是以前那个无赖恶婆娘吗？今天竟然会跟我们道歉！我也是看在念念的份上，才帮了白恒媳妇儿一把。那孩子太可怜了，希望他以后能对孩子好点。你醒了啊，念念，你今天真是太棒了。娘亲刚在心里面想，你要是能配合娘亲装晕就好了，结果你真的晕了。我总不能说是听见了娘亲的心声吧？知道，一定是我们母女啊，心有灵犀。你也累了，赶紧在娘亲背上睡会儿吧，娘亲带你回家啦。念念，疼不疼啊？娘亲，念念不疼。系统，我要兑换一个药箱。系统到底是什么？娘亲的东西都是系统给的吗？不会疼的。不过现在的娘亲对念念真好，念念喜欢现在的娘亲。你又在对念念做什么？念念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他又打你手了？我这个便宜老公是被原主吓得 PTSD 了吗？难道我天天都只会虐待念念吗？怎么一惊一乍的？爹爹，娘亲没有打念念，没打你手上的伤，是铁牛哥哥推的，不小心擦伤的，但现在已经不疼了。江铁牛欺负你了？但是娘亲有保护念念，还拿到了3两银子的药钱。3两银子？江离以前不是最喜欢那个侄子，家里的吃的不知道拿回去多少，他竟然会从娘家拿钱。念念是我的女儿，我当然也不会忍心看她受人欺负。给，拿着，带念念和狗蛋去买点好吃的。
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我先睡觉去了。这婆娘向来是只进不出的貔貅，现在不仅给我钱，还给了我整整1两银子。爹爹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嘘，念念，爹爹觉得你娘最近有些不太正常，咱们小心点。有些人不会无缘无故对你好的，知道吗？拿着。原主也不知道多久没洗澡了，昨天我就觉得臭乎，今天终于可以美美的洗个澡了。他平时不是最讨厌洗澡吗？怎么今天？这个女人还想勾引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老鼠！老鼠走了。你还要这样抱多久？对不起啊。检测到白恒对宿主好感度加1，同学好感度为负66。没想到我这个便宜老公还能兑换积分。不过这好感度负66是怎么回事？他有这么讨厌我吗？不过既然我的便宜老公也能兑换积分，那看来除了念念以外，我还得多讨好一下我这个便宜老公。只要他对我的好感度不再是负数，应该也能够在系统商城兑换东西了吧？哇，这系统里还真是啥都有啊！没想到在古代还给我用上大牌护肤品了。以前我兢兢业业打工当牛马那么久，我可都买不了这么多。还好昨天在念念那里涨了一波好感度。对了，念念和狗蛋的衣服都已经旧了，还好还剩下2个积分，干脆找系统给他们兑换2身衣服穿穿。系统，我要兑换2身衣服，消耗2积分，兑换成功。念念，狗蛋，娘，快来！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狗蛋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是不是欺负妹妹了？娘，我没有。念念，快看，新衣服你喜欢吗？娘亲，念念不要新衣服，你不要把念念卖掉。念念，快起来！娘亲什么时候说过要把你给卖掉的？是铁牛哥哥说的，他说你要把我卖给隔壁村的刀头小溪。又是他！念念，你听娘亲说，娘亲以前是对你很不好，可能也确实想着把你给卖掉，但是那都是以前的娘亲，现在的娘亲绝对不会想把念念卖掉。念念这么乖，娘亲只希望念念好好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念念又乖又可爱，娘亲才舍不得把念念给卖掉呢。检测到念念好感度变化，好感度积分加10分。昨天的积分刚还完，今天又涨了，又还，根本又还。虽然不知道娘亲在说什么，但是娘亲高兴，念念也高兴。这个姜铁牛上次不仅欺负念念，还说这种混账话，
下次我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他。不错，这才是我江离的乖儿子嘛！快试试你们的新衣服。还是念念这个小孩子好拿捏，随便哄2下就好了。我这个便宜老公可是一块硬骨头，对我的印象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。我得想办法长点好感度才行。说什么夏天喝热茶解暑，都是热，我怎么还是这么热呀？哎呀，这天怎么这么热呀？我真的好想吹着空调，吃着冰西瓜。哎，可是我的积分根本不够兑换空调。虽然我不够兑换空调，但是我兑换一个西瓜总可以吧？系统兑换。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娘亲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是西瓜，念念以前没有吃过吗？念念没有见过这种西瓜。难道这个时代还没有培育出西瓜吗？好甜呀！娘亲要把西瓜给爹爹吃吗？这种炎热的天气，我那个便宜老公正在山上砍柴。如果在此时此刻我给他送上一杯西瓜汁，那么我觉得他对我的好感度瞬间倍增，我又可以得到积分了。娘亲也要爹爹的好蛋啊！娘亲要这么多好蛋干什么？天气这么热，原主竟然让白恒每天都要上山砍柴，简直了！七殿下，这是今天的柴火。最近功力有所恢复，不会再忍受那恶婆娘太久了。这山也太高了吧，真是要了老命。那不是我的便宜老公吗？江家那个江铁牛竟敢欺负你，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下。是，七殿下。七殿下，头好痛。我怎么晕倒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刚到这儿就晕倒了。不是，我怎么记得我刚才好像看到有一个男的在跟你说话，他叫你七殿下。你在做梦吧？怎么可能？这儿一直我一个人。可能我是因为天气太热，中暑看错了。还好刚才眼疾手快，给他敲晕了。你为什么会来山上？那我不是怕你上山砍柴太辛苦了吗？天气又那么热，所以我特地给你带了清凉解渴的爱心西瓜汁。怎么笑得那么吓人？他不会在这里面下毒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他为什么不接啊？难道怕我给他下毒吗？看吧，没毒的。江离竟然会这么好心来给我送水，难道我真的误会他了？
你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是我相公呀，因为我爱你啊。我不对你好，我对谁好啊？爱我？不对，这一定又是这个女人想出来的新的折磨人的方法，我一定不能上当。我对她这么好，这便宜老公对我的好感度，估计都已经起飞了吧？系统，系统，我要查询一下白恒对我的好感度值。检测到白恒的好感度变化，当前好感度为-70。怎么回事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昨天白恒对我的好感度不还是-66吗？为什么我今天我给他送了我自己榨的西瓜汁，好感度就降了，变成-70了？这个白恒该不会是个受虐狂吧？哼！果然，这个女人一定对我有所图谋，我可不会轻易上当。算了，受不了了，先回家吧。啊，对了，你以后不用上山砍柴了。他这是在关心我。你说我是不是有血光之灾啊？最近怎么总受伤？还不快起来！啊！对不起啊。千年灵芝，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江离不就是个乡野村妇吗？他怎么会认识千年灵芝？江离不就是个乡野村妇吗？他怎么会认识千年灵芝？这玩意儿可是不少钱。难道这就是因祸得福吗？你怎么会知道这是灵芝？我当然知道啊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对了，你就是我捡来的，所以你当然不知道。我不认识，我堂堂当朝七皇子，库房里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，我会不认识一个小小的千年灵芝？真是搞笑。虽然系统也可以兑换东西，但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谁会嫌钱多呢？念念呢？我不知道啊，念念没在家，狗蛋也没在家，他们应该是一块出去玩了吧？爹爹，娘亲不好了，娘亲不好了，哥哥被舅妈绑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着急，慢慢说，跟娘亲讲，都发生什么了？刚才我和哥哥在外面玩的时候，铁牛哥哥又过来欺负我，哥哥为了保护我，伤了铁牛哥哥的手，结果舅妈就把哥哥绑起来了，让我来叫你过去赎人。太过分了，这是抓着我们家欺负呢。走，娘亲带你去江家。不行，江离总是偏帮江家人，狗蛋好歹也是我的儿子，我绝对不能让。放开我！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动我家孙子，你就在这儿给我跪好了。今天你娘要是拿不出来足够的银子，你这一辈子就留在我们家，给我们铁牛当牛做马，做奴隶吧。娘，你快来救救我！放开狗蛋！狗蛋娘，你纵容你家狗蛋儿，还打伤我孙子的手，这笔账我今天得好好跟你清算。你好歹也是狗蛋的亲外婆，竟然对一个孩子下这么重的手，你好狠的心呐！哼，你就是一个嫁出去的赔钱货，你生的孩子自然是个外人。
怎么能和我的孙子比？江离，前天你生的小贱种晕倒，你讹了我们家3两银子，现在你这小贱种伤了我家铁蛋儿，你说这账该怎么算呢？好啊，你说说你想要多少？最少20两啊！你这也未免狮子大开口了吧？现在是荒年，收成本就不好，家家户户都没什么闲钱。再说了，铁牛手就受了点皮外伤，你就要20两，那能一样吗？我们家铁牛马上就要考秀才了，这当官的1年的俸禄少说也500两。狗蛋现在伤了铁牛的手，肯定会有影响。这今年考不了，那就得明年再考。这不算，起码少当1年的官。这我家只要20两，不过分吧？江离以往在娘家人面前只会唯唯诺诺讨好，这次狗蛋伤了他最疼爱的侄子，估计掏空家里也要补上这20两。哎，行了，稀里咕噜说啥呢？我一个字儿也没听懂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想赔钱？亏你们也好意思说得出口。谁不知道江铁牛在书院里面那是吊车尾，他要是能考中秀才，那母猪都会飞了。娘亲，什么是吊车尾呀？念念乖，吊车尾就是倒数第1名的小垃圾。你说谁是垃圾？谁应我说的就是谁喽。哎，你这女人好像有些不一样。哎，总之，你今天要是不赔钱，你就别想带走狗蛋。娘，是我错了，你别管我了。我好不容易把这个熊孩子教训听话，我总不能真的不管他吧？狗蛋伤了铁牛，我自然会赔钱，但是最多只有1两银子，多的话1分都没有。1两银子？你大夫叫花子呢？前天我们可赔了你3两银子。那是村长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你也可以去找个大夫过来鉴定一下呀，只要大夫说了，那需要我赔多少都会赔给你。不过依我看来，就他手上的这个小伤口，等大夫来了，估计已经愈合了。有1两银子就不错了，要是真叫郎中来，小心1文都拿不到。好，1两就1两，赔钱。娘，狗蛋是不是做错了？你没有啊，狗蛋知道保护妹妹，一点错没有。磨叽什么呢？赶紧给钱，然后滚蛋！哎呀，你先别着急啊，你们的账是算明白了，那我的账还没有开始算。什么账？既然你们不把狗蛋当成亲人，那以后我们就各过各的。那么这么多年，你们从我家占的便宜，也该好好清算清算了。你这是铁了心的要和我们闹开呀！我劝你还是想清楚，你现在嫁的相公可是个废物孤儿，无依无靠，没了我们江家，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后路可言？我相公是天底下最好的相公，有他护着我。你们这群白眼狼亲戚，我不要也罢。他说我是最好的相公。你个不孝女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看呀，该后悔的人应该是你们吧。自从我嫁出去以后，这么多年来，你们家的地都是我相公在种，按照外面雇人种地的价格，1年也得有个2两银子，那么7年算下来，不多不少，刚好是14两。你这是敲诈呀你！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先别急着破防啊！这么多年，我给你们家是又送钱又送礼，逢年过节还给江铁牛包个红包，这样林林总总算起来，不多不少，算你们个61两吧。减去这1两的药费，你们还需要给我60两就好了。你这个不孝女！小李，你看你把娘气成什么样子了？你想存心气死她不成？
装晕也不知道装得像一些，这演技啊，在现代可连群演都混不上。前几天念念晕倒了，我从大夫那里学来一招，只要把这银针刺进病人的太阳穴里，病人就会很快醒过来了。娘亲，女儿来为您治病。没，我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看吧，我就说这药好使吧，我真的没下呢，人就醒了。你要钱可以，但是不能你说要多少就要多少。你给了我家的钱，你拿出一个账本来。糟了，这么多年给的钱那么细碎，这女人怎么可能拿得出账本？当然可以了。这个账本里面清清楚楚的记录了这么多年我给你们家钱、给你们家东西的时间还有金额。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娘，你看你养的好女儿，去年3月初8送了2鸡蛋都往上面写，你看看呀。哎呀，要是原主的话，可能还真不会有什么账本。不过我可是有系统的，只要有积分，系统无所不能。娘亲好吧，快点给钱！刚才讹我娘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？这女人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？她似乎没有我想的那么蠢。我们没钱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们没钱，难道就可以不还了吗？没有欠钱，打欠条也可以。白恒，我们家的事儿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插手了？他是我相公，你以后要是再敢对他出言羞辱的话，那下一次可就不止让你还钱这么简单了。这女人是在维护我吗？这个小贱蹄子什么时候这么想着他了？他原来不是一直把他当奴隶使，现在怎么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还替他说话？总之，我相公说的对，我江离也不是那种不近人情的人。这钱呢，我知道你们一时半会儿是还不上的，但你们可以打个欠条慢慢还，咱们分期付款，我会每个月按时过来要账的哦。那如果我们不还呢？你们要是不还的话，那我就只好去请村长过来评评理。毕竟这个账本上面白纸黑字记得清清楚楚，知道你们家欠我们家多少钱。我相信村长会为我主持公道的。我们没钱，村长又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没钱的话，好办呀，你们不是还有这宅子吗？我看你们这宅子也很不错啊，应该能抵上我不少的损失呢。你这个贱人！我们好歹也是你的血脉至亲，难道你非要逼死我们？欠条呢，就在这里。你们要是签的话，这钱就慢慢还；你们若是不签，那我就只好去找村长过来评评理了。我让他来评估一下，你们这个房子究竟值多少钱。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不孝女啊！哎呀，江嫂子，你就签了吧。本来就是你们想拿狗蛋儿威胁狗蛋儿娘，狗蛋儿娘这么多年为了你们娘家，自己家都快支离破碎了，这是你们欠他的。再说了，要是惊动了村长，估计这事情就不会这么轻易了吧。好，我签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赶紧滚！当然，我满意的很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月欠的钱，你们家应该是还不上了。
我办法都帮你们想好了。我看你们这屋子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从我家拿走的，那就趁现在搬回去吧，就当抵消一部分了啊。念念、狗蛋、相公，搬东西。哎呀，别搬！放下，放下！哎呀！别拿我家东西！别拿我家东西！相公，别忘了，院里面2只鸡也是咱们家的，都拿着。我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呀，生了一个不孝女啊！哎呀，活不成了呀！今天可真是大快人心。娘亲，我饿了。我也是。哎，娘，母鸡在路上下了2个蛋，捡起来了。今天晚上是不是又可以吃大餐了？娘亲，念念从来没有吃过鸡蛋，今天可不可以就吃一小小口？当然可以啦。今天呢，狗蛋保护了妹妹，念念也很勇敢，娘亲决定奖励你们2个。不对劲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一个人真的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大的变化吗？走，念念，跟娘亲去生火。念念，今天我来生火吧，你和哥哥在这玩。好。走。你不是江离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，相公？我不是江离，还能是谁啊？江离不会叫我相公，也不会对念念那么好，更不会和娘家反目成仇。完了完了，我光顾着赚积分，获得他们俩的好感度了，但我却忘记人生不能变那么快啊！念念是个孩子，她好糊弄，可我那个便宜老公他不好糊弄啊，这下可怎么办？人呢是会变的嘛，要不然你先把我放了，我慢慢和你解释。说。说来话可长了。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我生了一场重病，只有你跟念念坚持照顾我到最后，而我的娘家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去死，他们1两银子都不愿意给我，于是我就幡然醒悟，我意识到对我最好的只有你们，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对你们好。就因为一个梦？对啊，没错啊！我还意识到我之前的所作所为太不是个东西了，我一定要痛改前非。我还是不相信一个人会变这么多。怎么还不信啊？你右屁股上面有颗痣，我如果不是你老婆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些？还有，哎，行，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别在这里碍事了，我给你们做饭，你回去等着啊！快走！哎呀，还好老娘有系统，不然的话我可就露馅儿了。来，快！菜都已经齐了，快点尝尝娘亲的手艺吧。娘亲，你什么时候会做菜啦？娘亲也是第一次做饭，如果娘亲做的不好的话，你们可不许说娘亲哦。娘亲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。瞧你说的，来，多吃点。你也多吃点。说不定之前确实是我误会他了。检测到白恒和念念的好感度变化，念念的好感度积分加10，当前白恒的好感度为负8，请宿主继续加油哦。真是太不容易了，我这便宜老公终于相信我了，对我的好感度也快变成正数，美好的新生活在
在向我招手呢。娘亲好开心呀！虽然不懂娘亲在说什么，不过娘亲开心，念念就开心。这不公平，你都给妹妹和爹夹了，就没给我。好，好，好，都有。每个人都有。今天去镇上，正好把这些千年灵芝给卖了。狗蛋他娘！王婶子，发生啥事儿了？这么着急？我来就是跟你们说，最近晚上家里小心着点儿。昨天夜里，你娘家闯进一个歹人，把江婶子和王美娟和铁牛都重重揍了一顿。这报应来的这么快吗？所以啊，你们都得小心点儿。他们几个估计这几天都得遭老罪了。你们出去啊？我们去趟镇上。好啊，好啊，这么和和美美的，才有一家人的样子嘛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娘亲，念念可以一起去镇上吗？念念都没有出过唐年村，可不可以带念念去呀？当然可以啦，娘亲带念念一起去，念念想要什么，娘亲都会给念念买。谢谢娘亲。你这灵芝，我最多给你20两。有没有搞错，老板？我这可是千年灵芝，怎么可能只值20两？你看起来就是一个乡野村妇，哪认得千年灵芝？这就是一个普通灵芝。老板，看来你是不诚心买我的灵芝，那我就收起来了。带他去别家店铺问问，我相信肯定会有其他档不止给我20两银子的。念念，走。娘亲，20两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别说话，跟娘往外走，跟我一起往外走。哎，好了，回来吧啊！我给你们50两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你这妇人倒还挺有见识。老板，你是个实在人，以后我有这种货再往你这儿送啊。好，慢走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给点银子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我愿陪杜维碧走的。什么狗屁下来呀？还怕是什么？我愿意陪杜维碧。我瞧你模样长得不错，求求你们了！哎，死孩子有什么好救的？你可小点声，这恶霸跟爷走吧。跟我走吧！这不是江山的大舅哥吗？还敢调戏良家妇女，真是蛇鼠一窝！我不要，你走开！你再这样我叫人了！叫人？叫啊！谁敢来帮你？谁不知道这王大壮是镇上的一个大恶霸？谁敢得罪他，没有好果子吃。虽然这母子很可怜，但还是别找麻烦了。听见了没有？劝你还是乖乖给我走啊！光天化日的，太过分了！给我住手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来混我的好事？江离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这是我亲弟弟，少督管先生，滚！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从你家讹走40两的那个贱人，正好，今天新账旧账一起。这里可是镇上最繁华的大街，你在这里对我动手，就不怕进县衙吗？妈，知道怕，怕了就赶紧滚！爹爹，要不我们去帮帮娘亲吧？再看看吧，这里人多，还是暂时不要惹人注意。好心人，你别走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我只要5两银子，5两银子，我愿意下半辈子给你家为奴为婢。谁不知道，他家是整个桃念村最穷的一户人家，你还指望他用钱救你的崽子？你怕不是病急乱投医，脑子糊涂了吧？你好像很了解我似的。你这个人人喊打的恶婆娘，别在这充好人了。就在这充今天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跟我走，说不定把爷伺候舒服了，爷能赏你点钱，救你孩子。谁说我没有钱？你就别在这摆阔了，能拿得出钱来救活这个崽子，我王大壮倒立吃屎。好啊，
那你可以赶紧把屎给准备起来了。等等，你可别再拿着那个账本找我要钱啊！这个月的账已经从我家拿的东西平掉了。我可没有那么看得起你，5两银子，把你卖了都凑不出5两银子。你这个贱人，我好歹也是你亲弟妹吧？你竟然当街侮辱我！切！我要是你娘，就应该在你生下来的时候丢进粪土里面溺死。现在想起来是我弟妹了。当初你跟江山欺负我们家狗蛋和念念，还想讹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我娘家人都死绝了呢。你敢咒我死？你少在这逞口舌之快！你要是真这么牛，就掏出钱来，给这孩子救了。好心人，我也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才想到卖身换钱救孩子的。如果你真的有钱，求求你，你就把我买了吧！我的孩子真的撑不了太久。你不需要卖身，也不需要5两银子，你的孩子我能治好。没钱就说没钱，别在那装了。说自己能救这孩子，你还真当自己是在世画土啊！我劝你啊，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。我还不了解他吗？大字儿不识两个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乖乖跟大壮走吧。我是不会医术，可是我有系统啊。在古代天大的疾病，在现代都可能用一颗小药丸就可以治好了。念念，我记得你娘不会医术，快去把她拉回来，免得耽误了别人病情。你要相信娘亲，娘亲她会有办法的。那好吧，可以让我看看孩子的情况吗？就不装模作样，救不了，看着也不像太管用不好。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发烧呢，应该只需要一颗退烧药就可以解决。系统兑换。哼，看他能拿出什么药。孩子吃下这颗药，吃了就会退烧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退烧药。退烧药。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，这该不会是毒死人的毒药吧？就是，谁不知道药是一碗黑色的苦水啊？就这么一颗小小的东西就能治病？太玄乎了吧！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模样的药。这么个小东西，吃了就能治好病？不知道，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我愿意相信你。哎，你看，真的为孩子。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！这哪是病毒？哎呦！他给孩子吃的不会真的是毒药？危险！哎呀，真是毒药！孩子不完了，赶紧报官！中毒了吧？这个当街害人的毒妇，给我抓起来！哎呀，这可责任啊！这是。要是江离这个小贱人被送进官府，那欠他的银子岂不是不用还了？还能把他生的2个小崽子卖了再赚一笔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我就说这小贱蹄子哪懂什么医术，赶紧关进大狱，别让他再吓坏人。我看看孩子。走开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还想对我的孩子做什么？亏我这么信任你，你怎么可以害死我的小宝？我让你杀人偿命！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现在最好的退烧药吗？怎么会出黑血？是不是药效太猛了一点？你这个心底丑恶的恶婆娘，今天敢当街害人，明天就敢杀人放火！我现在就把你送去官府！不是，我没有害人，我没有。小宝，小宝，我没事。小宝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。我就说肯定没事，这可是现在的特效药，治个小小发烧，那还不是手拿把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世上哪有这么神奇的药？这一定是回光返照！回光返照！对，回光返照，一定是的。说不定这孩子等会儿就彻底断气了。你们少诅咒我的小宝！是不是真的好了？叫个大夫来看看，我就知道了。大夫来了！快让开！哎呀，来了！这孩子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就是身体虚弱，回去补一补就好了。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！我的小宝没事就好。这孩子我之前看过，高烧不退，根本没有办法快速治好。方才带我过来的那位说是你给他吃了一颗小药丸，不知可否给在下看看？这可是现代的药，万一给他看了，讲不清楚可咋整？
那颗药丸是我之前巧遇的一位游方术士给我的，我也只有这么一颗。原来如此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仅有1颗的神药，她竟然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。这女人似乎比我想象中还要善良勇敢。对不起，明明你用那么珍贵的药救了我的孩子，我却和他们一起误会了你。没事儿，你也是为了孩子太着急了。毕竟刚才小宝突然吐血，我也吓了一大跳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是您救了小宝，这份恩情我无以为报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您的奴婢，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你快起来，这都是一些小事，我不需要你的报答。如果你一定要报答我的话，那你就好好照顾小宝，让他健健康康长大就好了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这点钱你拿着，带孩子回去休息吧。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给你你就收着吧。大夫可说了，小宝现在生着病，需要好好补补身体。谢谢你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去吧。哎，小宝，你个贱人，坏我好事，我打死你！我，哎呦，真厉害！真没想到我这便宜老公还有这本事呢。总算是找到七皇子了，得赶紧回去禀告太子殿下。你个狗娘养的，还不快放开我！你傻的！就你这个当差门的，敢打大舅！你还不快！我光是被他看一眼，我就动不了了。相公呢？算了吧，相公，这是镇上，别被官府看到了。现在我的武功才恢复7成，不能太引人注目。若是被太子发现，就麻烦了。滚！大柱，来，快起来！你给我等着！你小子深藏不露嘛，竟然这么厉害，教教我呗。你是怎么样嗖飞过来的？回家吧。哎呀，你就教教我嘛！太子殿下，已发现七皇子踪迹。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哎，爹娘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哥哥，这是娘亲给我们买的，1人1根糖葫芦，可甜了。谢谢妹妹，慢点吃。娘亲今天去镇上，把那个采来的大灵芝换了好多钱，所以今天晚上咱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耶！检测到今日白恒和念念的好感度变化，当前白恒的好感度为20点，已全部兑换成积分。念念的好感度积分上涨20点。看来是我今天救了那个孩子，让我的便宜老公都要爱上我了。积分来，积分来，全到我的怀里来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？从刚才回来就心不在焉的。没什么。我记得我们上次采灵芝的地方，那里还有好几处。我们明天上山都给采回来，可以去镇上买房子。好。系统什么都能换，可惜就是不能换银子。有了这些钱，美好的生活已经在向我招手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有些不好的预感。好多灵芝啊！我要发财了！啊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想什么呢？快帮我一起挖！好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我刚才看到有剑，剑是从哪儿来的？不是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快走！看你们往哪儿跑！给我追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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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到底怎么回事？那群人为什么要追我们？
别用那么多了，他们是来杀我的。快走！先走，前面等我。走。杀！怎么办？没有路了！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就是小老百姓，你们追杀我们做什么？小老百姓？如果只是小老百姓，还不值得我们几个兄弟出手。他们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那个人派你们来的吧？将死之人，不需要知道的太多。他们要杀的是我，你快走吧，他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我们不能一起走吗？见识要多，我恐怕走不了了。快走！你们有什么冲我来，别伤害无辜之人。哈哈哈哈！好，算你有胆色。那我今天只杀你一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白恒去死吧？系统，系统，快点给我兑换一个药物弹！什么都看不清了！我不是让你走啊！你是我相公，我怎么可能真的不管你？趁他们现在看不见，我们快点跳下去！你疯了！下面是悬崖。我知道，江离，你可是穿越过来的，那在这个世界就是主角。主角跳下悬崖是不会死的，你愿意相信我一次吗？好。快走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怎么办，老大？他们跳崖了。没事，这么高的悬崖跳下去必死无疑。也好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走，回去复命。白河，白河，你快醒醒啊！白河，你不可以死，你死了我那些积分怎么办？我还要靠你换积分呢！你不可以死，你听到没有？白河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醒过来呀？我手机，我要是有个手机也行，上午就可以查百度百科了。死脑子，快转！初中生物课老师教过，救人有2大妙招，一个是心肺复苏，一个就是人工呼吸。那我先使出第一招。在哪？快醒醒！快醒醒！那我只能使出第2招。香过伴菜渐渐入戏，少年不了情意，往事又不提。讨酒可白衣，翩翩入戏，只知笑而不语，想深情举杯饮不尽。长夜漫漫，被月亮在屋顶抱在一起。殿下，父皇，这药对你的身体有好处，您可得多喝点。滚！你这个孽障，别以为朕不知道，你在这药里下了毒。你知道了又如何？现在把持朝政的是我，还等着你的七皇子来救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早就死了。老七，老七，要是你还在，该有多好啊！我看好陛下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到底怎么办？他的脸怎么烧的还是这么烫？是不是因为射他那支箭上有毒啊？
系统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救救他？宿主，白虹中的毒非常罕见，只有特效解毒丸可以救他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但是特效解毒丸需要用你的全部积分兑换，是否同意？什么？系统，你怎么给我坐地起价？现在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刻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全部积分。系统也是按照规定来的呢。好吧，救人要紧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这里。系统，我要兑换。那你成功。宝贝，你是我的宝贝。白河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花费了我全部积分兑换的，你可得给我争点气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，听到没有？哎，这瓶药很贵的，可不能浪费，这可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，我都是为了救你，你醒了以后，可不许说我占你便宜啊！人来人往中更替，翻山越岭寻一个你，不负此生不负相遇。果然是神呀，没白花我这么多积分，那看来应该过不久就可以醒过来了。累死我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功力恢复到8成了，身上的毒也降了。是他帮我解了毒吗？还有昏迷时候的异样触感。江离，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？是你救了我。那剑上的毒世间罕见，你怎么解的毒？事已至此，我可成了你的救命恩人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先回答一下我的问题？你想问什么？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谁，那些人为什么要追杀你？要不要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呢？没事的，你不用瞒我，我知道你肯定有什么很厉害的身份，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一定都会站在你这一边的。如果我跟你说了，你会怪我瞒着你吗？当然不会。其实我是当朝七皇子。我本来以为他是什么王爷的儿子、将军的儿子，就已经够厉害了。谁想到白虹他居然是当朝七皇子！看来高冷皇子落难，爱上乡村少女的剧本，终于落到我的头上了。可我为什么记得原剧本里好像根本就没有这些情节？难道说原宿主在他恢复身份之前就已经嘎掉了，所以才会没有这段记忆的？那你既然是当朝七皇子的话，那为什么会流落到桃念村？又为何我会把你给救了？当初我被太子，也就是我二哥追杀，不慎掉下悬崖，重伤失忆，所以才被你救了。你是不是早就恢复记忆了？没有，最近才。我之前对你那么差，你恢复记忆之后应该很想杀了我吧？怎么一直没有动手啊？这个没有，我总不能说想过，但是因为我武功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暂时没下手吧。好啦，我不逗你了。那你现在还有没有想把我杀了呀？当然没有。那就好。检测到白虹对宿主的好感值急速上涨至40、60、80、88，好感度还在不断上涨，将位于全部兑换成积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看着我？你该不会是有点喜欢我了吧？我才没有。嘴硬的样子还挺可爱，不过系统提示的好感值上涨
不会骗人。看来我这买解毒药水的积分花的也太值了。姐毕竟这么有魅力，爱上姐不是你的错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还有伤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外面的女人可不会像你这么自夸的。糟了，我忘了念念和狗蛋还在家里呢，那些人杀不到我们，会不会回家去找他们呀？无妨，我派了几个暗卫在他们身边，不会让他们有事的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得回去看看才行。走。念念，狗蛋，念念，狗蛋，念念和狗蛋不见了。别着急，这院子里没有血迹，他们俩绝对没有出事。在这儿，快出来！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，吓死娘亲了。娘亲，我和哥哥没事，哥哥有保护念念。你们为何会躲在水缸里？有人闯进了我们的院子，想杀我跟念念，我好害怕，所以我就拉着念念一起躲进了水缸里。狗蛋真乖。那些坏人到处找我和哥哥，幸好那几个叔叔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才走了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是娘亲没有保护好你们。娘亲，我困了。走，娘亲带你们去睡觉。属下没有保护好殿下，望其殿下恕罪。无妨，起来吧，至少你护住了我的2个孩子。是属下疏忽，才让您跳下悬崖。还好您平安回来了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跟陛下交代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太子那边都处理好了吗？已经处理干净了。不过太子突然派出来这么多人，估计已经发现您还活着了。无妨。他就是你的安慰吗？是。啊，谢谢你救了念念和狗蛋。我只是奉命行事。果然，主子和下人都是一个德行，天天冷着个脸，也不怕给自己冻死。你接着说。陛下的身体越来越差，我们还是要早做打算回宫。父皇，他怎么了？太子封锁了所有消息，属下也还不知道陛下的确切情况。现在我们已经集结了多少兵马？1万。1万兵马，那已经很多了呀。太子有10万精兵。我们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跟太子抗衡，怎么回皇宫救父皇？这里是古代，打仗都是赤手空拳，要是有现代的作战武器，别说是1万对10万，就是1000对10万都打得过。就是不知道要用多少积分才能换武器。你们2位先聊，我去看一下念念和狗蛋。系统，武器，啊，还真有，10个积分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就凭我现在的积分，我根本也买不了几把。先买一把试试水呀！系统，给我来把 M4。哇！可是这玩意儿，我不知道怎么用啊。说明书，系统，你还怪贴心的嘞。照你说的，父皇现在情况危急，我必须尽快回宫。还好，我现在武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但您此去，怕是凶多吉少，我必须调一波兵马，保护您的周全。无妨，
现在兵力这么紧缺，还是抓紧训练吧。我能够保护好自己。我有办法能够让你们的士兵以1敌100。我们本来就比太子的兵马少了很多精锐武器，对打能赢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怎么可能以1敌100？你就别添乱了，此事事关重大。太子再厉害，有的时候也不就是一些传统的冷兵器，而我的这个可是能在100米开外歼敌于无形的。世上怎么可能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啊？江离之前拿出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，说不定这一次还真能帮我的大忙。你说的那东西是什么？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愿意。那你说能以1敌100的武器就是这个铁疙瘩？没错。这个要怎么用啊？你要眼睛看这里，哦，3点连成一线就可以射击了。这铁疙瘩竟有如此的威力！齐殿下，我们有了这东西，说不定真能跟太子一搏。这样的武器还有多少？这武器我目前最多10几把吧，不过呢，具体有多少把，就要看七殿下你了。我？那个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。你就别卖关子了，说吧，教我怎么做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在聊正事呢。这就是正事儿啊！奇怪，怎么系统还没有反应呢？难道说我进的还不够吗？铁头脑白横的好感度正在急速上涨，现已突破800好感度，果然有用，还得再来。天哪，七殿下，你们一晚上怎么搞了这么多铁疙瘩？这些够你们用了吧？够了够了，有了这些，我们定能大胜太子的军队。娘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可不是小孩子的玩具哦。七殿下，既然武器已经足够，事不宜迟，我们打入京城，救出陛下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这次的任务很危险，你和孩子们在我身边，我会分神。你就在家好好等我回来。哦，爹爹，你放心去叫爷爷吧，我会在家里保护好娘亲的。我也是。真快。叫几个人搬东西，准备出发。是。那你们一定要小心点。你放心，如果我能赢，我一定风风光光接你回京，再举办一场最盛大的婚礼，而我的王妃只会是你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狗大娘不好了！王婶子，发生什么大事了？你娘家大哥江山中举，当上官了，现在已经回到陶念村了。哎，那咋了？他当官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你之前那样对他媳妇儿和江婶子，你男人又不在家，他要是借这个由头来找你麻烦，王婶子，你不用担心了。虽然他江山当了官，但我就不信我江离没有做坏事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他还能无缘无故定我的罪不成？可是你，婶婶，你别担心，念念和哥哥会保护好娘亲的。舅舅舅妈别想欺负我们。真乖。总之，你们还是小心一些。对了，你家那口子干啥去了？啥时候回来？哎呀，家里有个男人总是安心些嘛。白恒的身份暂时还是别被任何人知道，省得惹来杀身之祸。婶婶，哎，爹爹估计去找好吃的去了，快就会回来了。哦，是啊，他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
相公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家的这段日子，江离那个小贱人是怎么欺负我们娘俩的。你看铁牛都饿瘦了。以前他不是最喜欢讨好我？哎呀，那个小贱蹄子最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那天不仅逼美娟签下了40两的欠条，还抢走了我们家的东西。爹，他生的那2个贱种也欺负我，你一定要给我讨回公道。敢欺负到你们头上，是时候让他长点教训。那个小贱蹄子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可不像以前好拿捏了。我是怕他万一报官怎么办？报官？我现在就是官，更何况我的背后可是太子殿下，他一个小小的乡野村妇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对，我夫君现在可是正正经经的官老爷，这以后呀，只有我们欺负他江离的份儿。爹，你现在就把他们给抓过来，他之前敢这么对我，我现在就让他们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。好，你们几个把人给我带，今天就在这儿好好审他。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觉得我这心里非常不安。娘亲，别担心，念念在这里陪着你。念念真乖。狗蛋，你爹爹前几日来信说今天就能回来，你去村门口看看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官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走，给我走！放开我！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就算是衙门也不能欺骗白人抓人。江大人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念念，疼不疼？听说这江山江大人刚刚新官上任，没想到第一件事就把自己的亲妹妹给抓了起来。之前江离闹着要断亲，还逼着他们家签下了40两的欠条。今天这江大人是来给他老婆儿子出气的。哦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就算是为了杀鸡儆猴，这江离今天都得先掉3层皮。江离，你可知罪？我倒还真不知道我究竟犯了何罪。大胆！你见到官老爷你还不下跪，还敢这么嚣张？他什么时候成了官老爷？他有朝廷的任命书和册封告示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平白无故押我来这，就要定我的罪？难道大夏的律法就是这样的吗？放肆！你敢质疑我大夏国的律法？来人了，先给我重打30大板！是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，娘亲！放开我！江大人，江离毕竟是您的妹妹，这30大板下去，不死也得少半条命啊！这江大人对自己的亲妹妹都能下狠手，真是为官不仁！为官不仁！谁敢为他求情，连他一块打！呀！不许打我娘亲！系统，救命啊！你的宿主马上就要小命不保了，快给我兑换一个3层加厚垫子，装到我的屁股上！娘亲，娘亲，你没事吧？想到系统给的这玩意儿还挺好用，我一点儿也不痛。系统牌防痛加厚高科技乳胶垫，那个叫小东西又来帮娘亲了吗？看来娘亲应该没事。你们没吃饭呢，都用在这儿打！这么重能受得了吗？我都困了，我先睡一觉，你们慢慢打。大人，我太累了，我打不动了。你们这也不行啊！我就不信了，这东西打人都不疼。你打我试试。小的不敢。废什么话，让你打你就打。
头一次见有人有这么无理的要求，还自己讨打呢。都给我闭嘴！江离，你罔顾母亲10余年养育之恩，此为不孝；你故意骗我妻儿，欠下巨额欠款，此为不义。你这不孝不义行为，该当何罪？我自成亲以来，便满心满眼都只有你们这几个家人，甚至不惜让你们过得好，连我自己的家都顾不上。而你们呢，却把我和我的相公孩子当成奴隶一样使唤。如今我不过是收回我全部的好，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反倒变成了不孝不义之辈了。你什么叫收回原本对我们的好？你生来就是个赔钱货，你弟弟才是整个江家唯一的希望。我让你做点事儿，那是对你的恩赐。就是，不就是拿了你点东西，还写个账本，斤斤计较。你们说我是赔钱货，不过因为我是女人，但是你们2个也是女人啊，那你们也是赔钱货喽。伶牙俐齿，我可是你的母亲，你竟然这样跟我说话！这时候知道你是我的亲生母亲了，之前我还以为我是个孤儿呢。你放肆！你可咒我们死啊！别，我可没有。你们也不用代入感这么强哈，我只是希望你们下次骂别人之前，先好好想一想，别把自己也给一起骂了。我们才不是赔钱货，我相公可是现在的官老爷，未来的三太爷，我也是未来的三太爷夫人，我可谁敢骂我？别！要怪啊，就怪你找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废物，没本事还保护不了你，现在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个废物呀，我看也不要你了。我爹才不是废物的，我爹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爹爹。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念念，还是我大孙子有本事。哎呀，力气这么大，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？有什么事冲我来！没想到七皇子妃给的铁疙瘩那么好用，太子的军队直接溃不成军了。这次太子的事解决的顺利，比预想的回来还早。他看见我，应该也会很高兴吧。爹爹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娘娘和娘亲都被舅舅舅妈一家带走了，你快去救救他们！什么？我看他们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欺负我的女人！江离，你不会真以为我们不敢动你吧？你呀，就认清现实吧。你和你的女儿只配为奴为婢，这辈子都被我踩在脚底下。姐姐，你也别怪我不顾念姐弟亲情。你说你跟以前一样乖乖的不好吗？为什么要反抗呢？如今我做了官，只要我想，我能立刻让你们一家都变为贱籍。真奇怪，我记得原主的这个弟弟就是个草包，怎么可能真的中了举？而且就他这品行也能当官？我倒是真很好奇，你真的中了爵？他怎么知道我的文章并没有上榜？不，我的背后可是太子，这官当得名正言顺。哼，我可是被太子殿下亲自点名为官的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这个乡野村妇智慧？太子啊，那好办了，恭喜恭喜，你这个官啊也当不了几天了。大胆贱妇，你竟敢当众侮辱本官和太子殿下！来人，我现在就把他拿下，秋后问斩！好，我看你被斩首的时候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你好，念念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把爹爹带回来了。狗蛋做的真棒。你来了又如何？一个废物而已，过来也不过是送死罢了。白恒，我看你也真是反了天了，竟敢对衙役动手！无妨，他来的正好，刚好一起下狱，秋后问斩。哼，黄泉路上你们还能做一家？敢伤害我的家人，找死！我记得这个白恒不就是一个孤儿吗？怎么他的眼神一落在我身上，就有一种这么强烈的压迫感？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，就敢威胁本官？来人，把他们全都给我拿下！哎，怎么回事？
白恒带来的这几个人是谁呀？怎么比江大人的衙役还要有气势？我也没听说过，不知道啊。你少在这给我虚张声势，找几个酒囊饭袋就能吓唬我了？我现在可是官儿，你们所有人都得听我的。赶紧的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如果敢反抗，各杀无论！瞎了你们的狗眼！我看谁敢对当朝七殿下动手！啥？江离那口子竟然是七殿下，那可是皇帝的儿子啊！江离是踩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嫁了个皇子啊！七殿下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白恒就是一个废物，一开始受了重伤，被江离给捡到了。除了有个好相貌，其他一无是处。没错，七皇子已经死了，你绝对不可能是七皇子。我当时被追杀，跳下悬崖，如果不是江离，我确实早就应该已经死了。你说你是七皇子，你就是七皇子，空口白话，无凭无据。睁开你的狗眼，看！这立牌是假的，对不对？相公，你快说这立牌是假的呀！你闭嘴！就算这立牌是真的又如何？现在是太子当政，就算你是七皇子，在太子面前不过是蝼蚁而已，而我可是太子的人，我就不信你敢动我！太子？你说的是那个被我1万兵马打得落花流水，现在还不知所踪的二皇兄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管你们信不信！你们所谓的后台已经倒了，现在你们要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这样去释放呢？你们着急跪什么？他说太子倒台，你们就相信了？你们这帮废物！你想怎么惩罚他们？之前我可是你亲弟弟啊，不能不顾我们的血脉亲情。现在想起来我是你姐了，方才你要凌迟处死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是你姐啊？刚才是我该死，是我昏了头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！七殿下，大姐，我错了。是他要杀了你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为了给你出口气，我会这样对我姐姐吗？你真是狗咬狗，一场好戏。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你们。阿恒，既然方才江山说他是太子的人，那你怎么处置太子余党的，就怎么处置他们吧。太子一党全部抄家，涉事官员及其亲眷凌迟处死。凌迟？娘亲，凌迟处死是什么呀？念念，凌迟处死呢，就是把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切下来。那不会很疼吗？大姐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给您当牛做马，饶了我们吧，大姐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妻子的丫鬟婆子多的是，你这样的给她当牛做马，都还不够格。大姐，你能不能当我是个屁，把我给放了？对，铁牛还这么小，你忍心看着他跟着我们一起去死吗？大姐，你之前纵容铁牛，一直欺负我家念念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我们家念念小呢？就按照太子党的方式处理他们吧，也算是帮陶念村杀害宠物。你听我解释，我才刚当上官，我不想死！你不能这么对我们！我不想死啊！娘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黎呀，以前都是娘做的不对，娘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你就原谅娘一次吧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现在记得是我娘了？你之前帮着江山欺负我们一家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说你是我娘啊？那是因为咱们家只有一个男丁，唯一一个能继承家业的。
现在娘才发现，只有你是咱们家最有出息的。娘，我看你就是知道了阿恒是当朝七皇子，就知道只有靠着我才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吧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你是娘的女儿，娘很爱你的，求求你原谅我吧，娘给你跪下了。爱我？你以为你自己很幽默是吗？你听听你说的这话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办呢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养大，你又让娘死吗？按照规矩，太子党人派的人及其亲眷都应该处死，但她毕竟是你娘，想要怎么处置，我都依你。你犯的最大的错，无非就是不爱我。你既是我娘，生我养我，我也不会想要杀你，但我也不会再认你这个娘。从此往后，你就在桃念村了却你孤独的余生吧，是生是死都与我江离再无半分关系。阿恒，我们走吧。多谢你啊，王婶子，谢谢你之前对我们家的照顾。就算知道江山当了官，也依旧来提醒我，让我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我也没做什么嘛。以前你被你娘家人蒙蔽，就是有些拎不清，后来改好了，我自然也愿意多帮着你一些嘛。王奶奶对我可好了，以前饿肚子的时候，经常会给我吃好吃的。好人是不是应该有好报呀？对吧？念念说的对。来人，属下在，赏王婶子黄金100两，就当做是她这么多年对我们家有所照顾的报答。是。不，这么多黄金，我不敢要啊。这都是你应得的。走。100两黄金，这么多钱，就是几辈子也花不完呢。早知当初我也对他们好一点，说不定现在我也能分点钱。哎呀，现在说什么都晚。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？你别闹，还有人在呢。那咋了？我们两个现在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，还是说你恢复了皇子的身份之后，你就瞧不上我这个糟糠之妻了？哎，好了，狗蛋，娘亲要带你浪迹天涯。娘亲去哪，念念就去哪。我也是。娘亲，你别胡闹好不好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们了？我要是不要你们，我至于这么快赶回来吗？急了急了，他是真急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七殿下一次性说这么多话。你想污死我？你要谋杀你亲媳妇？你……抱歉。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当真了？这样就脸红，初当皇子的还不照样就是个纯情小狗？哥哥，纯情小狗是什么狗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七殿下，您不是给皇子妃准备了礼物吗？还有礼物？这就是我在路上随便买的，你别嫌弃。好漂亮！都准备给整家店包下来了，还随便买的。这位公子，要不要给你家娘子带个簪子回去啊？会喜欢这些吗？应该会喜欢的，女子都喜欢这些亮晶晶的东西。她才不是寻常女子。看看，都包起来吧。哎，好。这么多簪子，她一个人带得下这么多簪子吗？殿下，你啰嗦了。这个吧。好嘞。这个，哎，那个，都包起来。哇，好漂亮！好看吗？还行。早知道还是全买下来。检测到白恒好感度变化，好感度积分加50。嘴上说还行，
心里的好感度都快加到爆表了。这个嘴硬的死壮男。啊，对了，你跟我说说太子的事吧。一开始，我跟太子的人对上，的确处于下风，但是拿出你给我的武器后，他们很快溃不成军了。想不到那些平平无奇的铁疙瘩，能在战场上发挥那么大的作用。那当然了，毕竟那可是现代的军事化武器。小离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打败二皇兄，回到皇宫。幸好我回去及时，救下了父皇。不过只可惜被二皇兄逃走了，我的人还得搜捕他的下落。二皇子如今孤身一人，能躲去哪里？再过几天，说不定很快就能被抓到了。我跟父皇说了你的事，他很开心，想见见你和孩子们。见你父皇？那我这身肯定不行，我得好好准备一下要穿的衣服。我会把一切准备好的，你只要负责好好休息。明日咱们就启程回京。我还是觉得好奇怪，这皇宫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陛下不需要有人伺候吗？父皇不喜人多，所以我就留了一个太监在这边。父皇，父皇，您说什么？小心！侍卫得意清晰，撤走了父皇寝宫的侍卫。所以说，白恒，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。就算你暂时赢了我又怎么样？你永远都比不上。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放了我女儿。你就是白恒那个在乡下的老婆，那些武器是你给他的吧？要不是那些东西，他怎么可能用那么少的兵马赢我？白恒可以赢过你，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赤诚之心，而你呢，心狠手辣，为非作歹，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皇帝。早知道你会碍事，我当时就应该多派几个人把你们全杀了。二哥，我现在还认你是我二哥，你现在已经是一败涂地、强弩之末。我不需要你的怜悯，我就算要死，拉着你们一起陪葬。太子，你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？还不是因为你偏心，明明我才是你的长子，可你的心里只有白恒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他才是你最属意的太子人选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跟你争皇位。如果想让阿恒做太子，就不会册封你。你怎么会这样想？事到如今，你们还想骗我？如果你不想让白恒做太子，那为什么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教导？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相信他。而这样的偏爱，你从未给过我。正因为我对你寄予厚望，所以才对你严格了些。可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会做出残害手足的事情来。早知道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早应该废了你。什么意思？我早就在他的饮食里下了慢性毒药，如今你的父皇早已经油尽灯枯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！父皇，您中毒了。朕没事，你不用为朕担心。父皇，您到现在还在瞒我，真是好一个父慈子孝的场面。不行，不能让太子拿你撵做人质，我要想办法。系统，给我兑换一把手枪。你说吧，要怎么样你才会放了他？要你立刻退位，下旨传位给我。我要做这大夏国名正言顺的皇帝。就你这种蛇蝎心肠的人，就算当了皇帝，也只会是个昏君。要权力，我要站在万人之上。该死的，万一打到念念怎么办？要是念念可以咬他就好了。娘亲让我咬他。好机会！念念有没有事？没事。来人！贱人，又是你坏我好事，我杀了你！你都已经被拿下了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！白恒，你不过就是比我运气好一点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太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封除你以外的任何人做皇帝。就算朕知道
阿恒失踪的事也和你有关，到底还是没忍心对你动手，甚至是在你落败以后，这还默许你躲在朕的寝殿。你以为父皇是老糊涂，没有发现你吗？你早就知道。朕还是不忍心看到你们手足相残，可现在朕已经对你彻底失望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父！传朕口谕，太子残害手足，有悖仁德，即日起废除太子之位，择日问斩。父皇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父皇，父皇！父皇，父皇，对不起，儿臣来迟了。爷爷不要死，爹爹不要爷爷死。我也不要爷爷死，我还想跟桃念村的人炫耀我有爷爷呢。好孩子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阿恒，父皇走后，这万里江山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们是不是难过的有点太早了？虽然陛下中了毒，但是我可以解毒啊。你有解药？你忘了，当初你坠落山崖是谁帮你解的毒？对呀，娘亲有系统，娘亲一定可以救爷爷。那你快救救父皇！陛下，您喝下这个之后，很快就可以解毒了。好像真的不难受了。世上竟然有如此神奇的药啊！父皇，看您这身子硬朗着呢，您的江山还得您自己打理啊。娘亲，你的系统真厉害！你怎么知道我有系统的？难怪我觉得你有时候就跟我肚子里的蛔虫一样。你是不是听得见娘亲的心声啊？娘亲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好家伙，娘亲在你面前岂不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？那你以后不听了。看我不教训你这个小丫头！